月子期间，老公偷偷瞒着我去做了亲子鉴定，现在娃1岁，很痛苦，要不要离婚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，依据现有资料和 DNA 分析结果，支持林天乐为林园生物学父亲。中秋节，我带着女儿到婆婆家吃团圆饭，却意外在留给老公的房间中翻到了一张亲子鉴定报告，日期是1年前，时间正是我在刚生完宝宝坐月子期间。在看到下方姓名栏的瞬间，一股屈辱和委屈涌上心头，大脑传来晕眩感，脚步虚浮，我几乎站立不稳。女儿是在我和林天乐结婚2年后，带着我的满怀爱意诞生的。我为她取名叫林媛，小名叫元宝。林天乐平日里对元宝虽不咸不淡，但至少也做到了身为父亲的本职工作。我一直给他找借口开脱，是因为第一次当父亲可能还不太习惯，等以后就好了。只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不仅对元宝没有改观，甚至居然会怀疑元宝不是他的孩子。为什么？想到这5年来的相处点滴，豆大的泪水滑落打在桌面上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将检定报告放回抽屉，整理好心情，这才推门走了出去。妈在厨房，都要妈忙死了，快点过去帮忙啊！林天乐靠在单人沙发上，正狂点着屏幕玩着我看不懂的手游游戏，瞥了我一眼后飞速收回了目光，质问哽在嗓间。我张了张口，一时间竟然发不出半点声音。我该说什么？为什么要去做亲子报告？是怀疑我在外面和别的男人有染，可话到了嘴边，我却怎么也说不出口。生活磨掉了我的锐气，再没了当初年少时热血的勇气，内心压抑的情绪翻涌着。我神色复杂地看了老公一眼，系上围裙走进厨房。这一顿饭我吃得索然无味。林天乐在吃完饭后就换了身衣服，着急忙慌地出门。婆婆向来不喜，我自然没有要在她家待着的打算。我抱着元宝下楼回到车里，看着后视镜下面挂着的全家福合照，心里愈发不是滋味，心中极度烦闷之下，我点开某乎问答，并将此时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叙述说明。我现在很痛苦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肯相信我。在以文字结尾后，心中的苦闷这才有了些许发泄。林天乐这晚直到半夜也没回家，我收拾完家务，将元宝哄睡，靠在床头上看着自己的帖子已经被点到大热门，下面的评论更是2极分化。男人在外面打拼事业，长年累月不回家，夫妻有时1个月见都不见几次，他去做个检定报告也正常啊。你真的什么错事都没做的话，痛苦什么？如果孩子是他的，你怕什么痛苦什么？直接斩钉截铁告诉他，孩子是你的，买个我喜欢的东西作为补偿，这不挺好吗？女性本就敏感点，我觉得题主这个心理很正常啊。要是我老公不信任我，瞒着我做亲子报告，我也有种自己被侮辱的感觉。支持题主，妻子甘愿做了家庭主妇，放弃事业，老公还要怀疑他是不是出轨，外面有人，这不是侮辱是什么呀？看着还在不断更新的2极分化回答，我愈发痛苦。难道真的是我小题大做吗？我和老公林天乐大学相识相爱，携手走过5年时光。大学毕业后，由于我们所在的城市相差2000多公里，于是便开启了异地恋。异地恋摩擦争吵本来就多，而林天乐在分手期间，为了气我，还专门让家里找人相亲。
他无缝连接的相亲。就在我们分手的第2天，我父母在得知此事后，苦口婆心地劝说我放弃林天乐，他并非良人。但我想到他在大学期间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甜蜜，最终不顾家里反对，向他妥协，毅然决然的远嫁。我是独生女，父母从小把我捧在手心里宠爱，见我意志坚定，最终还是松口答应，并在老公所在的城市买了一套3室1厅，供给我们小2口居住。在我出嫁当天，父亲老泪纵横地交给我一张50万的存折单，让我在异地照顾好自己。我并不想收，但林天乐却哄着我说，当作是我们的创业资金，出人头地之后再双倍还给我父母。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，我最终答应下来。刚创业那会，我每天为了投资和订单连轴转，恨不得24小时不停歇。林天乐则是负责进货售卖，每天在小小的公司中对比商品价格。2年时间，我几乎每晚都要被客户拉着喝到半夜，时常胃里灌满酒精。而林天乐每晚都接我回家，并将我揽入怀中安慰。而他的父母对于我这种外出工作抛头露面的样子十分不喜，关系一度降到冰点。林天乐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，帮谁都不是。为了不让他为难，我忍气吞声，孝顺地服侍公婆，这才让他们对我稍微有所改观。后来公司终于有了起色，而林天乐顺利从三无青年摇身一变成为了年轻企业家。在公司稳定后，林天乐以家庭最重为理由，劝我在家备孕，未来相夫教子，他来赚钱养我。可我当时才24岁，正值大好青春年华，拼搏干劲，资质人脉样样不差。我有些犹豫，并不想尽早离开职场，而林天乐则是发动公婆对我进行劝导，并以现在年轻，该早点要孩子，避免以后成为高龄产妇，对身子不好。其中触动到我心灵的，便是林天乐将我揽入怀中时的话：这几年你昼夜颠倒，喝酒喝到胃出血，要是再继续下去，身子肯定会垮。我怕后面要孩子你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那我该怎么办？说到情动之处，他的脸上顺势落下几滴眼泪，砸在我的额头。我的心蓦然软成了一滩柔水，最终答应他告别职场，做个家庭主妇。在我同意相夫教子后，公婆隔三差五就要来我家，苦口婆心地劝说我早点给他们生个大胖孙子，好为他们林家开枝散叶。于是我戒辣戒油，饮食清淡，做运动，看亲子教育书，一门心思专心备孕。在全家的期盼之中，不过3月我便怀上了爱的结晶。林天乐当时的兴奋做不了假，他贴在我肚子上跟元宝互动时眼中迸发出的光芒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他做亲子鉴定的寓意何在？是怀疑我在外面有人吗？我至今还记得怀孕期间的桩桩往事。由于是第一次怀孕，没什么经验，在孕晚期时，我的双腿肿胀的稍微挪动便胀疼得厉害，加上之前常喝酒胃遗留下来的毛病，平常就算是躺在床上都会全身疼得厉害，更别说做家务收拾房间，根本站都站不稳。孕检报告显示是女孩之后，婆婆上门的次数大幅度减少，平常来我家也是趁着老公在，专门过来给她做顿热饭。她在厨房忙碌着，嘴里却一直在挑我的毛病。我也是从你这个阶段过来的，怀孕的人哪有这么娇气？天乐上班已经够辛苦了，晚上回来连顿热饭都吃不上，你这个妻子怎么当的？
每每这时，我都会委屈地解释自己月份大行动不便，有心无力。公司当时属于上升期，林天乐风光无限，忙得脚不沾地，根本没把心思仿造家庭上。每每只是听着我和婆婆的争论，黑着脸一言不发。婆婆三言两语便盖过我的话题，招呼着林天乐在外工作注意休息，家里吃不上热儿饭就到他们家去。久而久之，林天乐也似乎认同了婆婆的观点，在下班回家没吃到热饭时，还会冲我大发雷霆。我在外面辛苦一天回家，还要收拾房间给你做饭，不就是怀个孕，有什么好矫情的？老公的不理解以及婆婆的冷嘲热讽，令我更加沉默寡言，只能拖着疲惫疼痛的身体勉强收拾起家务。生产当天，因为我盆骨较小，顺产不便，于是在医院等待生产时就嘱咐过医生一定要剖腹产。而在我羊水破裂进手术室的路上，婆婆塞给医生一张生辰八字，并告诉他18分吉利，让孩子18分时再降生。医生先是询问我的意见，而当时我已经被阵痛疼得快要晕厥，不停地祈求着医生快点动手术。婆婆仍旧坚持己见，最后甚至直接拉着手术床，逼迫医生答应她的条件。在得知我要求剖腹产后，婆婆更是大叫一声：顺产生下来的孩子聪明，一定要顺产。在她拦着手术床的间隙，我已经疼得面无血色，感觉快要窒息。危急关头，还是我父母匆匆赶来，制止了婆婆的做法，让剖腹产进行，这才顺利将元宝生了下来。当时我近乎昏迷状态，婆婆的话语已经听得模糊不清，若非不是后面我父母千里迢迢赶来，我甚至可能因婆婆的这一番操作死在手术台上。月子里，婆婆说什么也不来伺候，嘴里一直嘟囔着元宝不是18分出生的，没福气，是个赔钱货。而我母亲则是勤恳照料了月子期的我，在这边待到元宝满月，这才离开。父母走后，我一个人面对新生儿，手足无措，琐事堆积成山，加上每晚都要起来喂奶哄睡，折磨得精疲力尽。胀奶的更痛使我直不起腰，但还要腾出空间抱元宝，更是苦不堪言。而林天乐非但没帮半点忙，还在我被折磨得心力交瘁之际去做了亲子鉴定。究竟是为什么？忽然的推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抬头正看见林天乐推开门，带着满身酒气走了进来。他看都没看我一眼，直接进了厕所，看着屏幕上2极分化的评论。我攥紧了手机，有些犹豫要不要直接跟林天乐摊牌，必须问个清楚。他在未经你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做了亲子鉴定，结果知道孩子是自己的了，对你仍然半点表示都没有，这不纯纯在侮辱人。看了下题主文章的内容，远嫁妻子陪老公白手起家，这种好女人居然还信不过需要亲子鉴定，隔着屏幕都替题主觉得不值。你们这女权哐哐出击呀！文章中提到过，这女的整宿喝酒不回家，男人担心她在外面万一发生点意外怎么办？不就是份亲子鉴定报告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据统计，我国近半的家庭都会选择亲子鉴定，其中非亲生率近40%。做个亲子鉴定报告怎么了？我都希望把亲子鉴定纳入新生儿体检里，一劳永逸。我点进去扫了下高赞的几条评论，其中女性大多数觉得该找老公问清楚，不能白白受气，而大部分男性则认为我多此一举，
钻牛角尖，小题大做。为此我心烦不已。林天乐从洗手间出来后，直接四仰八叉地躺在了我刚换的沙发被套上，连鞋都没换，跨在茶几，辛辛苦苦收拾了一下午的客厅，瞬间被糟蹋得脏乱不堪。我皱着眉推了推林天乐，把鞋换了，洗个澡，一身酒味。林天乐听到我这话，顿时脸红脖子粗，中气十足地怒吼道：我酒局刚结束，回家没吃上热饭就算了，连靠在沙发上躺一会都不行吗？他的声音震耳欲聋，连带着婴儿房里的元宝都被这平地起惊雷的一声吓得嚎啕大哭。我心疼坏了，连忙把他从婴儿床上抱了下来，拍着他娇弱的小身躯，温柔地低声哄着。林天乐见状，用力踏在地上站了起来，地板发出咣当一声闷响。他伸出食指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老子一个月给你1万块钱还不够吗？每个月都超支，还来管我要？张暖暖，你有完没完？闻言，我顿时被气笑了。一个月1万，对于你来说很多吗？我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惯出来的毛病。矿泉水只喝50元起步的，果蔬菜面全都要求买进口，光是你每个月的早晚餐都要花掉大半。想到林天乐在有钱之后的种种改变，我越说越觉得心寒。我还要养孩子，奶粉、尿布、玩具、营养用品、辅助类工具，这些哪个不花钱？我有给自己买过一身衣服吗？不都全用在你跟孩子身上？林天乐被我这番话对得哑口无言，他看向我怀中的元宝，半晌唾了一口，不过是个丫头片子，能花多少钱？这句话清晰地传递到我的耳中，终于击垮了我内心左后一条防线。我近乎崩溃，哭着吼道：丫头片子，就因为这样你才瞒着我做了亲子鉴定是不是？林天乐，侮辱人是你这么侮辱的吗？在我歇斯底里喊出这声之后，林天乐的脸上顿时浮现出几分慌乱，他躲开了我直视的目光，语气中带了几分心虚。这事都过去多久了？再说圆圆不也是我的孩子，你提这些做什么？他这副无所谓的语气宛如一盆冷水泼在了我身上，刺得浑身发凉，骨头缝里都散着寒冷。同床共枕5年，我甚至比林天乐自己都了解他。他方才躲闪的模样，分明是心虚才会有的表现。既然觉得过意不去，那为何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？你不觉得冤枉了我？需要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做亲子鉴定吗？我抱紧了怀中的元宝，看着他软糯的小脸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林天乐见状，面上再次露出不耐烦，想做就做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大晚上你在跟我无理取闹什么东西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他拉开领带，用力地甩在了桌上，余波扫过元宝的奶瓶，被打翻磕在了地上。我想跑上前扶起，但奈何奶瓶翻滚了2下，径直落在地上，玻璃瓶发出清脆的声响，满地狼藉。林天乐更恼了，赶紧把家里收拾干净，不然这个月生活费就别要了，看着就会气。说罢，林天乐绕开玻璃渣子，回到了房间之中。在我辞职后，在公司只占了20%的股份，并且是以年终的方式结算，而公司前2年没跟上互联网热潮，落后对家一步。于是在林天乐和婆婆家的劝说下，我这才将股份的收益分给了公司做资金周转。加上是个小公司，每年最终的股份收益并不算太多，我也就没计较，而是领着林天乐每月1万的生活费作为开销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正因为我毫无保留的奉献和付出，
却成了林天乐能牵制住我的一把利刃。元宝出生后，我本就不宽裕，但还是为了他购买昂贵幼儿用品。现在已经捉襟见肘，林天乐正是捏准了哺乳期的我没工作离不开他，才会说出这番话。我彻底绷不住了。这些年的恩爱场面，同婚后林天乐愈发不耐烦的模样吻合在一起，令我大脑一片空白。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呢？将元宝放回婴儿床，收拾完客厅，我推开卧室门，正看见林天乐连睡衣都没换，一身酒气，倒头就睡。手机屏幕上还在飞速地跳跃着帖子的点赞评论。想到那张亲子鉴定报告单，在此刻疏通前因后果的我瞬间迸发出无限戾气，一把扯开林天乐身上的被子。我站在床尾，声音透着说不出的心寒。林天乐，我无理取闹，你做完亲子报告瞒了我1年，这难道不是在侮辱我？我只是问问你做鉴定的理由是什么，有错吗？林天乐本来就是装睡，在被子扯开的刹那，他便靠着床头坐起身子。眼见我仍旧揪着刚才的问题不依不饶，他火气腾得上来，怒目圆瞪着，面上有些狰狞。林天乐捞起枕头便猛地朝我砸来。孩子既然是我的，你就不该心虚不让做亲子鉴定。枕头砸在身上的那一刻，我彻底对林天乐心寒。这一下如同艳阳天里飘起的漫天大雪，彻底将我心中最后的柔软冰封。我没有再大吼大叫，而是默默地捡起枕头走出了卧室。经此一事后，我学着林天乐的样子，彻底在家中摆烂。日常除了照顾女儿，仍旧是尽心尽力之外，做饭、打扫卫生、洗衣服，能不做就不做。只要林天乐在家，我做的饭永远只有1人份的量。平常别说搭话，我就连一个眼神都懒得分给他。2天下来，林天乐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连家都不回了，直接住在外面，开始夜不归宿。家里没人顶嘴狡辩，我过了2天舒心日子。帖子的评论区上面仍旧每天有人就亲子鉴定的事吵得不可开交，我并未回复。想到这5年的付出和爱意，心中愈发感到迷茫。不过几天，婆婆在得知林天乐被赶出家门后，当天便来到，把我家门拍得咣咣作响。看见是他，我心中犹豫片刻，还是拉开了门。只是没想到，婆婆刚进门，身后的林天乐也跟着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。林天乐，你有种就别回来！我嗓音冷淡，脚下始终不肯挪动半步。婆婆闻言，顿时怒从中来：暖暖，你这次未免太矫情了。天乐只是做了个亲子鉴定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夫妻之间至于闹得这么难看，你就不能懂点事，服个软，让天乐回家好好休息。林天乐一言不发地坐回沙发，丝毫不在乎这边的婆媳修罗场。我矫情？林天乐在我未知的情况下带着元宝做亲子鉴定，事后连跟我提都不提一下。我觉得委屈他做过任何表示吗？我仍旧觉得自己被侮辱，心中这口郁气随着林天乐不作为和倒打一耙越来越堵。婆婆冷哼一声：天乐是男人，在外打拼已经够辛苦了，你都靠他养着，还矫情个什么劲？听妈过来人一句劝，这件事就算了。她平日里对林天乐便偏袒到没边，可同样是作为女性，她能将过错全都归到我头上，也不肯多说她的好待儿半句重话。这一刻，眼前的婆婆和林天乐如此陌生，仿佛陌生人。
他们眼中同仇敌忾的相似眼神，恍惚间令我感觉到自己至始至终都是个外人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中寒意更甚。妈，你也是女人。林天乐他未经允许私自抱元宝去做亲子鉴定，孩子是他的板上钉钉。就此事，他不肯给我一个解释。我想听到一句道歉，有这么难吗？或许是因心中失望过界，此刻我的声音平淡的，仿佛不是在为自己挽尊。婆婆重话也说完了，听到我语气平静下来，于是上前拉过我的手，劝道：夫妻嘛，都是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不如这样，你跟天乐再要个男孩，儿女双全，你忙起来也有点事做，对不对？听到这里，我彻底刷新了对婆婆的认知。且不说我还在哺乳期，身子还没恢复过来，不适合要孩子。光是当下我和林天乐这种冷战氛围，婆婆还能说出让我们要个二胎的话，她眼里究竟有没有我这个儿媳？从元宝没出生之前，婆婆的嘴里就不停地念叨着大孙子，眼见头胎是个孙女，竟然在这个时间点让我生二胎。他们一家究竟拿我当什么？生育工具吗？我不生。他林天乐今天不把话给我解释清楚，就别想进这个门。我话音刚落，脸上便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，脸颊上火辣辣的痛觉令我瞬间呆愣在原地，而婆婆则看准时机，一把将我推到了门外，嘴里念念有词：天乐他忙工作很辛苦，要在家休息，你别来打扰他。说罢，门咣当一声把我关在了外面。看着眼前紧闭的房门，我顿时呆愣在原地。我万万没想到婆婆居然会动手，为了她那宝贝儿子直接把我关到门外。要知道现在可是北方的冬天，我只穿着睡衣在外面楼梯道，寒风袭来冷得刺骨。哺乳期的我本就怕冷，刚在外面站定，浑身便冷得发抖。我冲上去拍打着房门，大声疾呼道：林天乐，你就看着我被关在门外面，快开门啊！铁质的门拍上去手心生疼，我定在门口好半晌，里面才传来了动静，是林天乐的音：暖暖你别坐了，我真的很累，想好好休息一下。脚步声渐远，伴随着的还有婆婆的怒骂声，让我离他儿子远点。这一刻我心如死灰，好在我走时口袋里还装着手机，不然或许真的能在北方的冬天冻伤。3年远嫁却换来这种结局，我彻底对林天乐心寒，再生不起半分波澜。我想离婚，但却没勇气给父母打电话，毕竟当初绝食相逼远嫁的人是我呀。从上次吵架过后，趁着林天乐外出，我在家里翻箱倒柜，找出来先前买菜剩下的不少零钱，加上我手上的积蓄约莫有6、7千，我干脆在附近找了个旅店住了下来，想看看林天乐是什么反应。接连4天，他连一通电话都没打来。第5天，元宝的状态有些不太对劲，他向来是个很乖的孩子，平常不吵不闹，睁着水葡萄般漆黑的眼睛，乐呵呵地盯着人笑。可今天的元宝在婴儿床上哭得嗓子沙哑，痛苦的哭声穿透屏幕，狠狠砸到我的心上。我坐立难安。早在婴儿房修好的时候，为了避免我外出照料不到元宝，便提前在里面安装了监控。这几天都是婆婆在带元宝，她嘴上骂着元宝赔钱货，但好在还是给她换尿布喂食。虽然其他一律都没做，但至少比林天乐这个一次都没踏进婴儿房的爸爸好太多。我在监控中听到元宝撕心裂肺的哭喊声，手足无措。婆婆不在家，
林天乐只是进来看了一眼之后，便关上房门，戴上耳塞，坐回客厅。这些天下来，我已经不对林天乐再抱有任何期望，心中实在担心元宝状况，急匆匆退了房，马不停蹄地朝家里赶去。林天乐给我开门时，脸上还带着洋洋自得的笑，还是家里待着舒服吧，没事瞎矫情什么。他话音未落，我便冲到了婴儿房。一番检查下来之后，发现元宝发烧，体温烫得吓人，他小小的脸颊红得吓人，奶气的稚婴已经哭到沙哑，没了半点力气。女儿成了这副模样，作为父亲的林天乐居然能做到熟视无睹，我一个眼神都懒得分给他，抱起元宝，沉默不语地朝医院赶去。林天乐并未阻拦，反而松了口气，嘀咕道：“总算把这个烦人精给弄走了。”听到林天乐毫不忌讳地说元宝是烦人精，这一刻我更加坚定离婚要把孩子带走的想法。傍晚时分，元宝的病情总算稳定下来，医院床位不够，无奈我只能带他回家。刚从电梯出来，便听到隔音并不算太好的房门后传来喝多的林天乐与朋友的交谈声。林哥真是好福气，外面娇花朵朵，家中常青藤不倒。听到林天乐朋友的声音，我顿时敏锐地嗅到了不对劲，腾出一只手，掏出手机，摁下录音之后，站定在门外。林天乐自得的声音从中传来：“别提了，那个大学生最近闹腾的不行，还好家里这个服软了，不然俩女人迟早给我烦死。外面的大学生，家里的。”这些话瞬间将多年恩爱滤镜砸了个粉碎。想到林天乐曾经做的种种桩桩，越来越多的线索串联在一起，我靠在墙上，感觉自己多年的付出喂在了狗身上。我觉得嫂子比外面的漂亮，当初她跑业务的时候，那小蛮腰，那脸啧啧，客户要不是看她是个美女，谁给她好脸色呀？朋友忍不住发出感叹，而林天乐不屑的声音紧着便响了起来：“嫂子，她也配？那婆娘矫情死了，不就是给孩子做了个亲子鉴定，至于大惊小怪的跟我冷战好几天，现在没工作，没地方住，赌气跑出去，还不是要乖乖低头回来？”说到这里，林天乐声音顿了顿，接着高声喝道：“这女人呢，就是贱！先前大学谈恋爱，没让我碰她一下，毕业异地了，死缠着我要结婚。要不是那个相亲对象彩礼要得太高，我真懒得回头。”林天乐醉醺醺地打着酒嗝，朋友似是喝懵了，只发出嘿嘿的傻笑。至于为什么要做亲子鉴定，我在老家相亲那几次，还睡了俩女的。张暖暖嫁过来2年，没有一晚不陪油腻老头喝酒的。万一他绿老子的话，还能把公司财产分到手里，不然喜当爹找谁说理去？这些话如同一把把尖锐的利刃，狠狠地扎在了我的心窝上。虚伪温馨家庭的表面下，虚伪算计的假面被拨开，显得我曾经所付出的一切究竟有多么可笑。我推开房门，径直来到林天乐面前，抡起手臂，毫不留情地扇了他一巴掌。“林天乐，你真让我恶心！”话落，我抱紧怀中的元宝，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走廊中。我抱着元宝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，录音播放着林天乐酒后吐真言的话语，细雪纷飞，敌不过我心中的寒冷。我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：离婚，并且一定不能让林天乐那个人渣好过。找了个旅馆，将元宝哄睡之后，我点开通讯录，最终话深吸一口气，鼓足勇气拨通了母亲的电话。现在已是深夜，我原本并未抱有打算，
但对面不过是几秒钟便迅速接通，仿佛那头一直在等待着我这通电话。暖暖，大晚上打过来，是发生什么要紧事了吗？电话那头传来母亲温柔的呼唤。从她开口叫我名字的瞬间，积压的情绪在此刻喷涌而出，泪水断了线似的大滴大滴落下。妈，我性子向来坚韧，父母听到我的哭声，担忧的不行。电话那头的母亲声音顿时紧张起来，她安抚着我的情绪，轻声询问：暖暖受什么委屈了？跟妈说，妈给你做主。我哭了好半会，这才压住悲伤，清了清嗓子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清晰。妈，我要离婚。林天乐他简直是个畜生。我在电话里简要说明目前和林天乐的情况。父母听闻，当夜便买了最晚一班的机票，跨越2000多公里为我撑腰。在见到父母半头银发苍老的模样时，我再一次哭得不能自已。岁月在他们脸上雕刻留下了浓重的痕迹。这一刻，我清晰地感知到父母是真的老了。我这个不孝女，却一通电话就让二老跨越半个中国的距离，只是为了让我不是孤军奋战。爸妈，我抱着元宝，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。父母连忙将我扶起，询问缘由，将亲子鉴定和婆婆扇巴掌以及林天乐酒后吐真言的事情叙述过后，一向脾气温和的父母纷纷义愤填膺，气得恨不得提刀砍了林天乐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我安抚好父母的情绪，一家人整整齐齐上门要说法。林天乐原本还想装死，但父亲直接叫了个开锁，把门破开，把他逮了个正着。我从包里掏出来前打印好的离婚协议，扔到他面前，眼中再也没了当初的爱意，取而代之的是彻骨的寒芒。离婚，孩子、房子、股份，大头归我。我言简意赅，将合同上的大致要求说完后，双臂环胸观察着林天乐的反应。在看到这份离婚协议时，林天乐当下摔在桌上，他怒不可遏：股份51%都要控在你手里，我不成给你打工的了，还有房子凭什么归你自己？我不同意。他这副反应早就在我意料之中。我丝毫不见怪地掏出手机，播放了当初在门口听到的内容。最后，手机挂在口袋中，正录到林天乐那张令人作呕的脸。我笑了：你做的电商规模不大，白浦岛不小，官方公众号和运营号我都有内部使用权。你说我把这则视频放上去，你的生意名誉会不会双亡？当初进军自媒体还是我的主意，公司的发展有一半都踩在我的半成果上。他林天乐当初怎么吃下去，就得怎么原原本本的把东西吐回来。林天乐在看到视频的刹那，顿时老实不少，不过眨眼间便换上了另一副表情。他两步上前，拉上我的手腕，笑得谄媚：暖暖，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别说离婚这种气话好不好？元宝他还这么小，他不能没有父亲，长在单亲家庭啊。将他脸上的表情变化尽收眼底。我厌恶地抽开手，退后2步，和他拉开距离，声音坚定，铿锵有力：离婚，快点签合同。林天乐苦苦哀求无果，而婆婆却从门外冲进来，一把将准备使用苦肉计下跪的林天乐扶了起来。桌子上明晃晃的离婚协议令他有些慌神，开口怒斥道：暖暖，你怎么想的？要是真离婚，你一个二婚女带着拖油瓶，根本不可能再嫁得出去。听到婆婆的话，我冷笑不已，这就不劳你费心，这婚今天我离定了。说罢，
父母上前将我护在身后，根本不给林天乐靠近我的机会。眼见我铁了心要离婚，林天乐再也装不下去了，他指着最后的我，怒目圆瞪辱骂着，将世界上最难听的话对准了他此生在高堂上立誓要爱一辈子的妻子。张暖暖，你个贱人，你果然没安好心，居然还想着录像，你果然就是冲着我的钱来的，你这种虚荣的拜金女，怎么不去死？听到林天乐的话，我突然觉得好笑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我直起腰板，一字一句道：公司是我拼了命保下做起来的，你哄骗我吃分红就罢了，还要克扣，貔貅都没你能抠。林天乐，你是怎么有脸说出这些话来的？无论林天乐说各种难听的话，或是下跪抱着我的腿苦苦哀求，我一概置之不理，铁了心要离婚。林天乐为了避免公司受到影响，最终也只能咬牙同意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。拿到绿本本的那一刻，我突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和自由，一直禁锢在身上的枷锁被挣开，我的脸上再次露出了笑脸。后来我跟着父母回到了老家，将那边的房子和股份抛售卖掉，作为女儿的花销保障后，我和林天乐断绝了所有的往来。老家的生活节奏很慢，我也跟着放慢享受生活。父母都很喜欢元宝，平常在家里根本不需要我来照料。哺乳期期间，我埋头苦学，丰富自己。在新的一年的公务员考试当中，成功上岸，获得编制，父母由衷为我感到骄傲。我拥有了体制内的工作，至少铁饭碗是有所保障。生活在时间流逝中变得越来越好。元宝虽然没有父亲，但外婆、外公和母亲给了他足够的爱，健康茁壮，无忧无虑的成长。后来林天乐不知道从哪弄来了我新的联系方式，拨了个电话过来：暖暖，我错了，你回来吧，好不好？电话那头的林天乐声音颓废，再也没了当初高高在上的模样。我将手机放远了点，抿了口同事刚递过来的茶，慢悠悠地留下句：做梦。挂断、屏蔽、拉黑，一气呵成。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帖子，登录许久未上的账号，看到下方仍旧有不少和我经历相同的人正在分享着自己的烦恼。这个帖子仍旧被顶得极高，每天都有新增回答。女人就是爱小题大做，不就是个亲子鉴定，有什么好在意的？时隔多日再次看到这种评论时，心中出奇的平静。我勾唇一笑，编辑了条消息确认置顶：已离婚，爱你的人总会无条件的信任你，更不会用这种方式来侮辱你。祝愿所有女性不被矮化、物化、附庸化、宠物化，能够得到真正平等的爱与尊重。紫微星，是你亦是我，是天下千千万万觉醒的女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